山东小伙拿石头种水稻，卖大米赔得倾家荡产，1年后竟靠秘密武器狂赚2000万。1斤48块的大米到底有多香？石头竟然还能种庄稼。山东菏泽出身的张志宏，年轻时参军入伍，来到了东北大连。退伍后感受过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，干脆定居黑龙江，做起了木材生意。几年时间，生意红红火火，正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谁曾想一次意外的发现，彻底打破了平静。2004年，张志宏听说宁安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有宝藏，从石头上种出的大米不但白，而且香。到了一问才知道，竟是几千年前的历史遗迹，一种覆盖在火山岩上的石板地。当地整整14万亩的石头地，可是种植水稻的沃土。多年前，响水大米一度风靡全国，结果没几年的时间就骂声一片，种植户赔的赔，走的走，曾经炙手可热的宝贝石头的，成了烫手的山芋。张志宏一听石头上能种大米，立马来了兴趣。他觉得种地就是靠地吃地，赚不了多少，但绝对不会赔。一番打听才知道，事情可没那么简单。当时为了抢占先机，除了本地种植户，就连外地客商都蜂拥而至，络绎不绝。然而总共就10几亩地，物以稀为贵，生产的响水大米实在稀奇。时间一长，不少供货商为了多赚钱，竟然动起了歪脑筋，打着响水大米的旗号，把米掺杂在一起，屡禁不止。张志宏自从尝过响水大米的味道，就念念不忘，下定决心干干净净搞养殖，做梦也没想到会赔得卖车卖房，倾家荡产。山东小伙拿石头种水稻，赔得倾家荡产，1年后竟靠秘密武器逆风翻盘，不但把大米卖出48一斤的天价，年收入一度突破2000万。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2008年，为了种地，张志宏毅然决然放弃木材生意，带着整整600万下乡种地，包下4000多亩石板地，从此在石头上种金子的计划正式起航。正是谈婚论嫁之际，突然跨行创业种起了地，亲友一听都难以理解。10个月后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看着金灿灿的粮食，张志宏激动得夜不能寐，亲自上阵收割，就等着自己一手培育的石头大米走进千家万户。可销售的第一步就遇上了难题。张志宏抱着自家产的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各大农产品经销商上门推销，谁曾想自己手里的宝贝大米一露面，所有人立马脸色大变，半个月过去，1斤也没卖出去。看着库房堆积如山的大米，张志宏急得团团转。这时候偶然路过的村民道出了真相，他的响水大米高矮胖瘦参差不齐，打眼看上去杂乱无章，一看就不纯正。张志宏一听哭笑不得，当初搞养殖前他就放话绝不掺假，结果却因经验不足惨遭怀疑。他悔不当初，可眼看村民的租金马上到期，70万的缺口成了致命负担。犹豫再三，他不顾女友反对，坚决要为了信誉按期付款，不但卖掉新买的婚房，还欠下50万的外债。村民的地钱结清后，他算是彻底赔得倾家荡产。就在这时，女友却卖掉首饰，拿着所有积蓄突然出现，电饭煲竟然成了秘密武器，把廉价大米卖出1斤48元的天价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眼看女友卖了首饰支持自己创业，张志宏拿石头种水稻的决心更加坚定。然而零下20-30度的天气里，东北极少有人加工和售卖大米。张志宏为了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不但把原本9块1斤的大米自降身价改成4块1斤，还把大米的缺陷老老实实暴露给经销商。一番折腾下来，原本稳赢的水稻种植里外里还赔了20多万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响水大米在南方已经炒到了70-80一斤。巨大的差距让张志宏意识到品种的关键，民以食为天，粮食生意一吃就露馅，绝对造不了假。从此以后，电饭煲就成了他的黄金搭档，走哪儿带哪儿。每次一找到新品种，就在吃饱喝足后蒸上一锅细细品尝，同行一听都觉得十分奇葩。谁曾想3年后，他竟靠秘密武器吃出2000万巨款。整整2年的奔波，张志宏吃出来3种味道绝佳的优质品种，再加上响水大米拿石头种地的独特优势，有土地和品种的双倍保障。1年后，4000多亩的新品种水稻一经上市就卖出高价。而张志宏做生意的诀窍就一个字：笨。担心机器收割损耗大，就请人工收割，上冻之前收不完再动用机器。
报销路费，管吃管喝，请经销商上门品尝，一大早就把所有合作商拉出去干活，等到开饭都饿得的饥肠辘辘，响水大米一上桌，异常美味。就这样，张志宏的大米逐渐成了行业标杆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，年收入突破2000多万，成了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。